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讨论度最高的莫过于这一次的 KVK 报名。没有想到960还是赶在最后一刻报名了这一次的 KVK。因为 KVK 结束之后呢，真的就只有2天让960去准备去招募移民玩家过来。不过其实这一次有3个地图可以报名啊，我不懂是不是因为大多数的王国都已经知道哦，这些先锋王国可能要报名奥尔良之围了。所以这一次报名奥尔良之围的王国是最少的，只有93个，最多是11世纪205个。让我感到比较惊讶的就是尼罗河之王居然有184个王国报名，而且这一次报名奥尔良之围的王国阵容非常强大。原本我们是想着说960跟2377会报名在同一个地图里面而已，结果1365、1093、1606、2975全部都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我也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会变成这么多的王国报名。假设系统真的是把这几个王国分配在同一个地图里面的话，就很精彩了，但同时间外交应该也会很头痛。像2377在之前就有说过他们也想要挑战1093，只是1093没有回应他们。然后在之前2377又打败了1365，这一次2377的目标就是要打1960。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如果2377要找合作的话，他应该会跟2975合作，因为2975也是越南王国，但是2975的实力在这边全部王国里面算是最低的。这一次 KVK 的目的就是让960跟2377决斗嘛，所以这2个王国肯定是不会合作的。假设我们是根据击杀来看的话，那么就变成说960一定要跟365合作，然后2377就需要跟1093合作了。不过我觉得如果进入地图1606跟2975应该会再另外配多一个王国给他们，否则这里的战力还有击杀相差的有一点悬殊，尤其是2975。但前提是也要这几个王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因为以官方的性格也有可能把这几个王国分散。如果是说哪一个王国会比较有优势呢？我觉得是1093，因为这一次奥尔良之围呢是有助阵技能的嘛，就是说如果玩家越多，你能够携带的助阵技能就会越多。虽然1093没有像之前那样只有4个联盟了，不过现在还是有2个联盟了。接下来我们来猜测一下，如果官方分配他们在同一个地图的话，他们的位置会在哪里？一般来说系统会把比较强的王国分配在紫色跟蓝色，所以这2边可能是2377还有960，然后会把比较弱的王国放在红色还有绿色，所以这2边可能是1606还有2975，剩下的就是1093还有365。但是最终结果可能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默认为2377是比起1093还有365更强的嘛。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列表的话，如果说战力1365的战力比2377更高，如果是说击杀1093的击杀比2377更高，所以就变成说有可能1960的对面并不是2377，或许是1365或者是1093，就变成有可能2377会在960的旁边。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就很刺激了。这一场 KVK 从头到尾都会有发生战斗，当然也要匹配成功才可以啦。不过我觉得已经有这么多先锋王国报名了，这一次要匹配失败也很难吧。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匹配成功在同一个地图里面的话，这一次的外交应该也不简单。像1960跟1365还有1093是有恩怨了，2377在前不久才打败了1365，而且又想要打1093，所以我觉得外交的部分应该会谈3天到5天左右吧。但是你们发现到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没有看到2489之前不是说他们也要报名 KVK 吗？难道 Arvix 骗了我们吗？我去看了一下系统邮件，确实 Arvix 在2月3日的时候他是有报名分线的，就是说可能 Arvix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啦，但是为什么突然取消报名呢？可能他是看到太多先锋王国一起报名 KVK 了，又或者到后来才发现到自己的王国还没有准备好。因为现在2489的联盟只有131战力而已，像 Arvix 就有说过他不想要把自己卡在先锋王国，他们的王国方向已经变成顶 A 王国左右了，就是说他们想要去打 A 主王国啦。如果他们报名这一次的 KVK， 有很大可能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所以最安全的做法还是跳过这一次的报名会比较好。当然我也相信不少玩家会好奇说960到底招募了哪一些玩家进来，毕竟只有2天的时间嘛，肯定是不够时间招募的。那我先说一些不是移民进来的，首先就是这个被2489给踢掉的主播他是购买了 Tsunami 的账号，
但是据我所知，他在2377也是有账号的。这一次 KVK 打起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去处理，反正不要影响到 KVK 战斗就可以了。接着这个账号原本也是在960的，但是我不确定他只是换名字而已，还是已经换人去接手这个账号了。接着就是之前有介绍过从2489移民过来960的玩家，下一位玩家马加哈，我记得他好像之前也是在960有账号的。可能是后来移民离开了吧，又或者是他把账号卖掉了，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账号。这个账号也是在之前跟大家讲过，从2489移民过来的。下位玩家 Pluma 这个账号也是很不错，有 1.8 亿的战力，然后359亿的击杀。下位玩家 Goldfish Kim 1.5 亿的战力，然后有280亿的击杀。下位玩家 C， 也就是960之前的老玩家回归了。可能是太过于无聊没有事情做，所以就回来960打 KVK。 不知道 C 的玩家可以看回之前这个影片了，就是在那个时候被365原地清零的玩家。下一位 Boisa 1.3 亿的战力，然后200亿击杀。下一位 Cloud 1.1 亿的战力，然后有215亿的击杀。下一个账号也是来自2489的，可是我印象中记得这个账号好像是 Arvix 的，拥有 1.1 亿的战力，然后有302亿的击杀。下一位 Moonlight 1亿战力，然后有185亿的击杀。下一位 Pick North 1亿战力，有228亿的击杀。Tamago 1亿战力，有243亿的击杀。Hughes 1亿战力，有113亿的击杀。下一位 Cortex 应该是比较多玩家认识啊，因为他有开自己的频道，然后他之前是 Chisco 的队友。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就是他吧，因为之前他都是跟 Chisco 一起移民到同一个王国的，可是他这一次来960没有跟 Chisco 一起移民啊，这个让我感到比较意外。他拥有1亿战力，有196亿的击杀。下一位 William 9491万的战力，然后有294亿的击杀，这个账号也算蛮高水平了。RPYZ 9000万的战力，有243亿的击杀。下一位帅 Rocky 8628万的战力，然后有172亿的击杀。最后一位 Yoni 有9806万的战力，然后有227亿的击杀。差点把他给忘了。Genie 也是回归960了，然后有 4.6 亿的战力，314亿的击杀。总的来说，这一次招募进来的移民质量也是蛮高的，基本上击杀都有在200亿左右。如果算上移民进来的玩家、换号组的玩家，还有一些回归玩家，大概有20位左右。不过我觉得也 OK 啊，毕竟只有2天时间，你想要招募多少的玩家进来呢？还好上一次报名的 KVK 剧本医院是可以再扩容的，否则又要删除部队啊，又要去装城市啊，应该要花不少的时间呢，应该来不及报名了。所以各位对于这一次的 KVK 报名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会不会报名成功呢？会不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